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我被误诊得了癌症晚期，婆婆第一反应很高兴，死了好呀，都是天意。看来要让我新儿媳妇进门了。她说治病要花很多钱，不如直接给我买一个华丽的坟。我浑身凉透，下意识看向老公，却不料他也点了点头。妈说的有道理，这病确实不好治，我们一大家子到处都要花钱。等你到了那边，我会给你多烧纸钱的。当晚我难过的吃不下饭，他们却高兴地准备了一大桌子才庆祝，还商量着趁我死之前早点离婚，把小青梅娶回家，别沾染了晦气。我冷笑着一一答应，转头撕毁确诊报告单，预约了一场整容手术。他们还不知道，是医院那边弄错了诊断结果，得病快要死的人根本就不是我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医院打电话告知我癌症结果的时候，我开了免提，一家人坐在客厅里，全都听见了。他们只是安静了一瞬，又很快装作各自忙碌起来，直到晚饭时我一口都吃不下，问他们拿个主意。诡异的沉默后，婆婆叹了口气，却难掩语气的轻快。我说儿媳妇，不是妈偏心，不想给你治，实在是癌症晚期太难治了，像个无底洞一样，钱都砸进去不说，病还治不好，关键是头发还会掉光。你看你儿子轩轩才5岁，以后多的是地方花钱，咱要是不治了，还能留点钱给轩轩找个新后妈照顾他。婆婆的话像一盆冷水，泼得我透心凉。我下意识看向沉默的老公张扬，你也是这样想的？张扬点了点头，伸手帮我倒了一杯果汁。老婆，你别怪妈说话直，妈说的其实也没错，隔壁王叔就是得了癌症晚期，几十万花进去，不仅人没救回来，头发掉了一大把，反而走得更快了。而且我们家积蓄也不多，要养一大家子，轩轩也要上小学了，到处都是花费。我眼眶红了，平静地打断他，我明白了，你不用说了，这顿饭吃得不欢而散。我把自己锁在房间一整天，天快黑的时候，手机震动好几声，我拿起来一看，上面10几个未接电话，全都是市立医院打来的。这是我体检的医院，明明上午告诉了我确诊的噩耗，现在为什么还要打电话过来？就在这时，又弹出来电提醒，我点了接通。喂，请问是苏童小姐吗？对面护士的声音十分焦急。我点点头，我是，真是抱歉，今天我们医院的机器坏了，体检结果给您和家人弄混了，您癌症晚期的结果是误诊。我心里咯噔一下，心头的乌云顿时消散。可听到跟我弄混的是家人，我试探问道，真正确诊癌症晚期的是谁？您稍等，我查看一下。护士那头传来敲击键盘的声音，查到了，是您的婆婆黄英女士。我扬起唇角，露出一抹讽刺的笑，想起今天下午我把自己锁在房间里，婆婆以为我睡着了，在客厅里毫不掩饰自己的高兴。死了好呀，都是天意，看来要让我新儿媳妇进门了。要是她得知快死的那个人是她自己，不知道还能不能笑得出来。第二天一大早，婆婆就把张扬的小青梅领回家来，热情招待，亲热的像对待自己儿媳妇。娇娇啊，真没想到你这么漂亮，居然还没交男朋友。说起来，你跟我们家张扬从小就有缘分，现在遇上了，你就在我们家多住几天，也好培养感情。小青梅害羞地看了我一眼，阿姨，不太合适吧？嫂子还在家呢。我坐在旁边一言不发，
婆婆瞪了我一眼，无所谓的耸了耸肩，怕什么？反正她得了病活不了几天了，反正死了以后呀，我会给她风风光光的办一场葬礼，送她去下边。她还有个5岁的儿子，将来也需要人照顾。你要是能嫁进我们家，她怎么会怪你？对你感恩戴德还来不及呢。儿子听说我要死了，也连忙躲得远远的，就好像我是瘟神一样。他十分有眼力见的抱着那小青梅的大腿，阿姨，我喜欢你，讨厌我妈妈，你来做我的新妈妈，好不好？小青梅眼神闪烁了下，故作喜笑颜开的抱起他来，当然好了，你这么可爱。我下意识看向老公张扬，我们恋爱6年，结婚8年，10多年的感情。我以为这种场合他至少会顾及我的感受，拒绝一下，可没想到他笑得温柔体恤，甚至还主动帮林娇娇剥虾。我妈听说你喜欢吃虾，一大早就去市场买了，最新鲜的，一整盘都是你的，是吗？林娇娇羞涩地笑了，并没有伸手，微微歪头就着张扬的手吃了下去。他们2个眉来眼去，连装一下都不肯了。你们吃吧，我不舒服，先回去了。我站起身回屋，他们唯恐我碍事，非但饭桌上没人挽留，反而在我离开后松了口气。门被重重关上，我倚靠在门上，身体无力地滑落下去。张扬的声音温柔中带着几分害羞，从客厅传来：娇娇，我妈一直很喜欢你，把你当女儿一样，反正咱们青梅竹马从小的交情了，你今晚就在这住下吧。林娇娇爽朗轻笑：张扬哥，可是我怕冷哎，你们家的被窝是凉的还是热的？张扬低声笑了，透过监控我看到他握住林娇娇的手，保准温热，不信你可以试试。在他们热闹的哄笑声中，我绝望闭上了眼，然后打通了一个电话：你好，我要预约一场整容手术，当晚。张扬哄完儿子睡觉，从儿童房出来后，直接去了林娇娇住的客房。一进门，林娇娇直接把老公抵在墙角：张扬哥，你老婆还在外面呢，咱们俩就这么孤男寡女独处一室，不太好吧？她语气中带着试探和拒绝，可是不安分的时候却在不断撩拨，抚摸上了她的胸膛。小妖精，装什么装？张扬满眼都是侵占欲，直接低头吻了下去。上次回老家喝醉了酒，咱俩不都睡在一起了吗？反正那个黄脸婆也快死了，我刚好和她早点离婚，把你娶回家。他们2个肆无忌惮地拥吻在一起。站在门口听到这一切的我，却止不住颤抖。原来上一次并不是我多想，凭借着第六感和女人的直觉，我早就发现张扬回老家那一趟不对劲，翻遍了他的手机聊天和付款记录，都没发现蛛丝马迹。原来那个女人是他的小青梅林娇娇。我心如死灰，再也不想听下去，去了儿子的房间。你怎么来了？你给我滚出去！轩轩并没有睡，他听到我的脚步声，立马打开了小夜灯，对着我冷脸呵斥。我止不住的心寒，轩轩，你怎么可以对妈妈这么说话？小孩子最是聪明。自从我确诊癌症晚期后，随着全家人对我态度的变化，轩轩也立马有选择地站了队。轩轩像是看蛇一样露出厌恶的眼神，唯恐我碰到他，后退一大步。你才不是我妈妈，我讨厌你。奶奶和爸爸都说你快要死了，我很快就会有新妈妈，你死了就死了，别给我带来晦气。轩轩一脸憎恨的模样，看起来不像是装的，我心痛得快要窒息，可脸上仍旧强装平静。妈妈如果告诉你妈妈没病，根本就不会死的，
你会不会跟妈妈离开这个家？轩轩愣了愣，仰头看我，他脸上闪过一瞬间的迟疑，又很快变得凶神恶煞。你别骗我了，奶奶都说了你得了癌症晚期，活不了几天了。你这个毒妇，就是想拉着我一块儿去死。你想得美！轩轩毫不犹豫拿起旁边的公仔娃娃，狠狠地向我砸了过来。我眼底染上自嘲，关键时刻就连我自己生的儿子都不站在我这一边。好，轩轩，你去找你的新妈妈吧，以后都不要再叫我妈妈，我就当从没生过这个儿子。可我没想到，听到这边的动静，门被推开，轩轩哭着扑到张扬怀里。爸，刚刚这个坏女人故意用针扎我，她都快要死了。奶奶说她又坏又晦气，赶紧把她赶出去。轩轩哭得十分可怜，老公张扬脸色顿时冷了下来。我气得胸腔起伏，我什么时候用针扎你了？苏童，你太过分了。张扬掀开了轩轩的衣袖，果然看到里面有好几个红点点，疑似针扎的印记。他冷冷盯着我，我原以为只是你自己运气不好，得了癌症，没想到你这么丧心病狂，连自己的亲儿子都这样虐待。他把轩轩心疼地抱起来，交给身后的林娇娇。从今天起，我不许你再跟儿子有任何接触。从那天以后，我被关了禁闭。我好几次想要解释，那根本就不是我做的。我想问轩轩到底是怎么弄来的伤，他却咬紧了牙关，就是你弄的，你这个毒妇。林娇娇以照顾轩轩的名义，直接在家里住下了。第二天醒来，她穿着性感睡衣坐在我的摇椅上，扭头看见我，露出挑衅的笑容。原来是嫂子呀，看你气色不太好，去医院了吗？我认识一家医院，治疗癌症特别有效果。林娇娇是懂得往人痛处上扎的。那天晚上，她在饭桌上就听到婆婆说了，所有人都不打算给我治。我没说话，沉默着擦肩而过，却被她故意蹭了一下肩膀。苏童，你现在就是个失败者，应该懂得被抛弃的滋味是什么样的吧？你看看这个家，你的公公婆婆还有老公，就算你自己生下来，儿子都不待见你。我要是你，早就滚出去了，在这儿留着不觉得碍眼吗？迎上他挑衅的目光，我面色无比平静，这就不劳你操心了。林娇娇却笑得更厉害了，她轻蔑地打量着我，你更不会想到，跟你结婚这些年的老公，非但没有在你身上花钱投资，反而还觉得你是个累赘。他们的钱没有拿来给你治病，用来给我买五金、钻石和珠宝了。还有你那个一心孝敬的婆婆，你猜这几天她在外面忙着干嘛呢？给你买坟呢。林娇娇讥讽嘲笑的语气像上百个银针，狠狠地插进我的心底。前2天邻居大叔跟我说，婆婆兴冲冲地跑去墓葬中心帮我买了一块坟墓。哎呦，你们是不知道，现在坟墓贵的哟，一个位置风水好点的坟墓要好几万嘞，所以她舍不得给我买风水好的坟，挑挑拣拣买了个最便宜的。回来后还一脸得意地跟我说，苏童，看在你做过我们家儿媳妇的份上，让你死后有个归宿，将来我们也会隔3差5给你去烧纸钱的，就算死了，你也别忘了念着我们的好。老公张扬和林娇娇也跟着附和，我却冷笑，既然这坟被你夸得这么好，不如你自己去住。婆婆顿时气得脸色惨白，指着我的鼻子骂，反了你了，是你自己命不好，得了个这样的病，居然还诅咒我。婆婆拉着要打我，被林娇娇温柔地拦下。阿姨，俗话说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，嫂子也活不了多少天了，
你何必跟他计较呢？我丝毫没有好脸色的回怼，要死你自己去死，然后不再理会他们任何人，冷漠地转身离开。林娇娇自从住进这个家来，她仿佛成了这个家的年轻女主人，婆婆把她当成儿媳妇看，带她去买衣服、买戒指。儿子轩轩也兴奋地抱着她大腿，甚至把自己最爱吃的零食都送给林娇娇。每次他们一家人独处，婆婆都会赶我出去。苏童，你现在身体越来越差，不如多去公园溜达，呼吸新鲜空气，有利于身体恢复。通常这时候我都不会和他争辩，乐得出门换个清静，毕竟用不了几天，这一切都会结束的。果然这天下了班，张扬一脸严肃地拿着一份文件扔到我面前。苏童，把这个签了，你也知道你活不了多久了，我们不可能花钱给你治，你儿子还要上学，我妈也见不得晦气，不如我们好聚好散。我平静地翻看了几页离婚协议，忍不住发出冷笑。你让我净身出户，这些年赚的钱没有几十万，也有上百万了。耳边仍旧响起张扬一脸深情冲我发誓的声音：老婆，我赚的这些钱全都是你的，你尽管拿去花。可现在，张扬抽了根烟，一脸无所谓的模样，让你净身出户，已经很便宜你了。当初结婚的时候，你可是还收了我2万彩礼，没让你退，已经很仁至义尽。我只觉得心里冰冷的发寒，气得浑身发抖，拍桌站起身来。张扬，你说的这还是人话吗？2万块钱，你怎么好意思提的？当初最低彩礼都是10万，我爸妈就是看不起他们家小气做派，才逼着我分手，不然就和我断绝关系。可我当初爱惨了他，自以为爱能排除万难，提出只要2万彩礼，一丝一丝我也会嫁给他。张扬当时感动得红了眼，握住我的手发誓：苏童，现在委屈你只是暂时的，别人有的以后我都会一一给你。可事实证明，结婚前都没有的，结婚后就更不可能有了。张扬已经变得不耐烦，我懒得跟你争执。苏童，你一个被死神宣判死刑的人，就算要钱有什么用？你也花不了几天，还不如全都留给你儿子。你也知道，我和娇娇从小青梅竹马，当初娶了你本来就挺对不起她的，现在你短命，我刚好娶她，想来也都是上天注定的。这离婚协议你早点签了吧，好聚好散，咱们都省心。我气笑了，咬紧牙关。好，张扬，你好得很。然后低头毫不犹豫签下了字。他的钱我嫌脏，1分都不会要。玩弄真心的人不会有好下场的，反正快死的人不是我。我等着看他和他妈的报应。等离婚证下来的这几天，我去整了容。整容分为2次，第1次是微动和采集数据，第2次才是换头。这天回来，张扬看到我脸上缠着的绷带，微微一愣：你的脸怎么了？我低着头，声音尽力显得平静：没什么，不小心出了车祸毁容了。张扬发出冷嗤：你还能干什么？赶紧滚远点儿，别在这里碍眼。他看向我的眼里全是厌恶，早就一门心思地投入到林娇娇身上了，不是带着她逛街买包，就是去买衣服。这天他们要去提一辆新豪车，用我们这些年来攒的积蓄。林娇娇得意的鼻孔快要朝天了：嫂子，我们要去提车，你要不要一起去？毕竟提车的钱还有1半是你攒的呢，可以让你坐后排，体验一下坐豪车是什么滋味。我面无表情地摇了摇头：不用了，我们已经离婚，现在你才是张扬的老婆。
张扬自然地搂过他的腰，不耐烦地看了我一眼。娇娇，别管他，一个快死的人了，坐什么豪车？我刚买的新车，还怕沾上晦气呢。望着他们得意离去的身影，我翘起唇角，他们还真是蠢到家了。距离体检报告出来10几天，他们居然没有发现丝毫异样。我身体并没有感觉到不舒服，反而是婆婆频繁觉得胃疼，却又没当回事儿。张扬也没在意，顺嘴提了一句，要不再去医院看看。婆婆摆了摆手，没事儿，体检结果都是健康的，医生都说了没事儿，有什么好担心的？肯定是昨天晚上着凉了才肚子疼的，我一会儿吃个止痛药就好了。我坐在旁边一言不发，再过一段时间他或许就不会这么说了，但那又有什么关系？毕竟也是他亲口说的，治病还要花那么多钱，而且也治不好，还不如留着钱给活着的人用。转眼到了去民政局拿离婚证的当天，分道扬镳之后，我去了酒吧庆祝，林娇娇堵住了我的去路，一起喝杯吧。我没想理会，可是她却故意把酒倒在自己身上，瞬间衣服淋得透湿。苏童，你一个快死的人了，得意什么呀？你信不信？就算你结婚这么多年，你在张扬心目中的地位也远远比不过我。不信的话，咱们试试看。我刚想说没兴趣跟他比，林娇娇忽然拽着我的手，把我拉进了酒吧包厢。里面坐着几个喝醉的酒鬼，一看到我就纷纷调笑起来。这妞身材不错呀，这可惜脸上怎么缠的都是绷带，难道毁容了？你们可要放尊重点，这个是我老公的前妻姐，今天她刚刚重获自由，你们可要对她好一点。说着，林娇娇得意地扭头看向我，苏童，反正你也没几天可活了。张扬之前的心思都放在我身上，应该也没让你舒服过吧？今天就让他们几个好好陪陪你。放开我！我挣脱他跑出来，林娇娇却被那几个闹事的酒鬼堵在一起。张扬来了，刚好撞见这一幕，以为是我故意让他们这样做的。苏童，我没想到你这么恶毒，表面答应离婚了，背地里居然对娇娇下这种毒手，她要是被毁了清白，你觉得我会放过你吗？林娇娇被他拦腰抱在怀里，哭得楚楚可怜。张扬哥，嫂子也不是故意的，估计是嫂子听说了你跟他离婚之后要娶我的事儿，所以才嫉妒我。我没有。可是张扬压根就不听我解释，他冷冷盯着我，眼里出现杀意。苏童，这是你自找的。张扬直接买通了几个亡命之徒，把我拖到郊外要活埋。我被埋进土里，呼吸之间都是窒息，就连嗓子眼里都有了土。我声音嘶哑地叫喊：张扬，你这是故意杀人！张扬冷冷回头，不屑地看了我一眼：杀人也得是活人才行，你一个快死的人还算吗？就算警察找到了我也会告诉他们，是你发现自己得了胃癌晚期，被宣判死刑，绝望之际才自杀的。冷冷撂下这句话，他搂着林娇娇转身上了豪车，扬长而去。刚回到家，张扬接到医院打来的电话：请问是张先生吗？您的母亲黄英女士被救护车送到医院了，您有空过来一趟。张扬抵达医院之后，在他们发现得了癌症的人是婆婆黄英。张扬脸色惨白，攥着体检报告的时候不断发抖。不，这怎么可能？得癌症的人不是苏童吗？怎么会是我妈？护士小姐一脸遗憾：很抱歉，之前我们医院给您妻子打过电话，已经说明情况是误诊了。得癌症晚期的人并不是苏童小姐，而是您的母亲黄英女士。张扬脸色惨白，差点没有站稳。
所以得癌症的人根本就不是苏童。张扬只觉得满心都是后怕，顾不上自己的妈，还躺在医院病房里岌岌可危，疯了一样撒腿跑出医院，迅速开车就往郊外赶去。苏童，你千万坚持住，你不能死，你要是死了，我就是杀人犯了。张扬声音都在颤抖，可是抵达郊外的他亲手用锄头铲掉那些埋着我的黄土，一会儿的功夫，手掌都被磨破了，变得血肉模糊。可他还是丝毫没有停下来的意思，直到最后那一层土全都被挖空，却发现里面被活埋的我没了踪影。张扬绝望地瘫倒在地上，怎么会这样？明明刚才埋的就是这里呀！苏童人呢？张扬脸色惨白，疯了一样打电话调集身边的人脉，迅速找我。可我已经躺进了整容医院的手术台，从今以后，他们再也找不到那个任人欺负的苏童了。7天后，我整容出院，我并没有像虐文里的那些女主一样被伤透了，动不动就消失。我不想放弃这片土地的生存权，仍然在这座城市里生活，但是负责给我整容的是当年追我的初恋沈在野。出院那天，他开车送我，恰巧遇到一家婚纱店。那家婚纱店前挂着一个成功的范本，照片上的人正是张扬和林娇娇。我目光只是驻足了2秒，沈在野一脸心疼地看着我。这就是你当初放弃我也要嫁的男人，他到底有什么好，让你伤得体无完肤，最后什么都没有？要不是你拦着，我恨不得上前揍死他。那天，张扬差点把我活埋，要不是沈在野在郊外救治的一个小动物，恰巧遇到救了我一命，我可能已经死在那里了。此刻，我扯出一抹苦涩的笑，摇了摇头。当初是我眼瞎，但是从那天他要杀我开始，我就已经把他当成仇人了。说着，我攥紧拳头，我不会再有一丝一毫的心软，只等着看他的报应。我终于回了一趟家，跪在爸妈的别墅面前忏悔：爸妈，女儿知道错了，当初就不该为了那个男人跟你们断绝关系。爸妈看到我这副模样，心疼的老泪纵横，还没等我跪下，就连忙将我扶了起来。童童，你可真是狠心，这一去这么多年都不肯回来看看我们。听说你和他离婚了，离婚也好，搬回家里来住吧。当年我看中了张扬的人品和上进心，就不知道这些也是可以通过细节去伪装的。我以为他会是个潜力股，会是我的避风港湾，却没想到成了我最大的磨难。我爸妈虽然不至于是京海的顶级豪门，可以会让我过得衣食无忧，哪怕躺平，也能在上流社会安稳地度过一生。妈妈心疼地看着我的脸，你的脸怎么变了？你去整容了吗？人们都说，要不是受了什么巨大刺激，根本就不会去整容的。我的孩子，你在外面到底经历了什么呀？我笑着握住妈妈的手，妈，一切都过去了。对了，我要订婚。说着，我给爸妈介绍我身后的初恋沈在野，他也是当年一直在追我的初恋。当年我们因为误会分开了，没想到这些年他一直都在等我。现在我知道爸妈说的对，时间就是会给人最好的考验，能过滤出真金和废铁。婆婆黄英从病房醒来，得知被癌症宣判死刑的人是自己，她顿时慌了，脸色惨白地抓住她儿子的裤腿求情：儿子，妈把你拉扯这么大，你可不能见死不救呀！没有钱你就去借，就算只有1半的可能性，你也要把妈救回来。妈还要帮你带儿子，不能死呀！说完，他又会狠狠地咬牙咒骂我：都是苏童这个小贱人，他明明知道是误诊，却故意不跟我们说，
害我耽误了这半个多月，病情加重了。张扬只觉得焦头烂额，烦躁得很。妈，你别抱怨了，当初还不是你刚听说苏童确诊癌症晚期，高兴得跟什么似的，张罗着要娶新儿媳妇。要不是你做的这么让他寒心，苏童也不至于这样守口如瓶，故意报复我们。黄英一听这话，顿时炸了，简直从床上跳了下来。你这个逆子，居然指责起你妈来了！当初你不也是这样吗？听说苏童得了癌症晚期，你敢说你没松口气？当时的你反应跟我一样，你也没好哪儿去。他阴阳怪气的揭短。再说了，这些年要不是我替你遮掩你和林娇娇的那档子事儿，早就被苏童捉奸在床了。当初当着苏童的面跟林娇娇恩恩爱爱的人可是你，现在你有什么脸怪我？我不管，这些年你和苏童攒下来的积蓄，少说也得有几百万吧，拿出来一部分给我治病。妈，你想什么呢？张扬脸色顿时阴沉下来。妈，你也别怪我不给你钱治病，你也知道现在苏童找不到了。我和娇娇结婚还需要花很多钱，不如咱们就别治了。而且当时不是你说的吗？这种病就像是个无底洞，投进去几十万也不见踪影。而且治疗癌症你还得化疗，到时候头发都掉光了，更难看。黄英一下子像霜打的茄子蔫了，她沮丧地瘫倒在病床上，想了一下午，居然偷了张扬的银行卡，结果被林娇娇抓了个正着。阿姨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我和张扬还没结婚呢，你是穷到什么程度了？居然还偷自己儿子的钱，也不怕传出去被人笑话。林娇娇一脸轻蔑，把银行卡捂得死死的，这一举动可把黄英给气坏了。你这个小贱人，这是我儿子的钱，也是我的钱，你还没嫁进门呢，你护什么犊子呀你？赶紧把钱给我拿过来！林娇娇冷冷一笑，你该不会以为你儿子还有几百万的存款吧？这几天你儿子为了讨我欢心，买了黄金珠宝、戒指、首饰，还给我提了一辆跑车，钱都花得差不多了。他早就在私底下跟我透底儿了，没钱给你治病，你就认命吧。毕竟当时苏童得癌症的时候，你不是也这样跟他说的吗？不过我倒是宽宏大量，可以拿出2万块钱给你买个坟，不能再多了。你黄英怎么都没想到自己大力撮合的新儿媳，居然是这样歹毒刻薄的嘴脸，气得两眼一翻，晕了过去。就这样在病房里躺了3天，黄英实在忍受不了病痛的折磨了，阴阳怪气的给张扬出主意，你再去找找苏童，她这些年一直都是个好儿媳妇，做的事没得说，也孝顺。她家里不是有钱吗？虽然当时为了嫁给你跟她爸妈断绝了关系，但人命关天的事儿，我就不信她爸妈会袖手旁观。张扬忍不住冷笑，妈，你现在说这种话不觉得没良心吗？当初我们误以为他得了癌症，是我们翻脸不认人，要跟他离婚，把他赶出去的。要是你被这样对待的话，你难道不会心寒吗？怎么可能还会帮我们？黄英哎呀了一声，儿子，你就去试试嘛，毕竟你们俩做了这么多年的夫妻，而且我知道苏童一直都爱惨了你，你去主动跟他求情，态度卑微点儿，真诚点儿，我就不信苏童不会被你打动。张扬居然真的被说动了，在他心里也是这样认为的。这么多年的夫妻感情，不可能一下子就忘掉或放下，尤其是这些年来，我一直跟着他患难与共，他认为是他有本事，如今只要招招手，给我释放一个示好的信号，
我就会感恩戴德的重新跑回他身边。于是他真的凭借着当初的记忆跑到了苏家别墅外面，却看到了我正在和别人订婚。苏童，我听到声音回过头去，张扬看到一张完全陌生的脸，整个人僵硬在原地，他有些手足无措。抱歉，我认错人了。张扬抱起旁边的儿子，仓促地转头离开。他怎么都不会想到，我离开他们家之后，整容重新回到苏家，更不会想到我会和别人订婚。所以他下意识认定那个人根本就不会是我，哪怕他看着有几分眼熟。走了一段路，他把儿子放了下来。轩轩忽然抱住了张扬的大腿。爸爸，我认得出来，刚刚那个人就是妈妈。虽然她的脸变得不一样了，但我认得妈妈的表情还有身材。轩轩声音里带着哭腔，声音祈求，我们去把妈妈找回来，好不好？张扬忽然意识到了不对劲，蹲下身来问儿子，为什么想让妈妈回来？轩轩，当初不是你说的你喜欢新妈妈娇娇阿姨吗？听到林娇娇的名字，轩轩似乎被针扎到一样，浑身瑟缩了下。他整个人都很害怕的往爸爸身边靠了靠，唇角紧紧的抿着，声音小如蚊虫。爸爸，我不喜欢娇娇阿姨，你看不见的时候，她拿针扎我，还把我关进冰箱里，还说要是我不听话，就把我推进河里淹死，让你们再也找不到我。张扬脸色瞬间变了，你说什么？轩轩害怕爸爸不信，指了指路边的监控，家里也有一个一模一样的监控，是妈妈之前安装的，不信你可以回去看看。爸爸，求求你了，我没有不喜欢妈妈，你别娶娇娇阿姨了，好不好？咱们去把妈妈接回来。张扬听了怒不可遏，顿时跑回家里翻找电脑，果然发现了监控视频的终端。看到里面的画面，张扬气的面目都扭曲了。林娇娇拿针扎了轩轩，还威胁他说，你要是敢跟你爸和奶奶说不喜欢我，你试试，我把你扎成筛子。轩轩吓得浑身发抖，像小鸡啄米一样赶紧点头。娇娇阿姨，我错了，我喜欢你，我想让你当我亲妈妈，我不会跟爸爸和奶奶说的。张扬反应过来，连忙撸起轩轩的袖子看，果然在他稚嫩的胳膊上看到了密密麻麻的针眼。林娇娇，你这个恶毒的女人，怎么敢趁着我不在虐待我儿子？张扬看到了监控里的画面，才知道原来儿子经常遍体鳞伤，居然是被这个恶毒女人虐待的。张扬最终从他那群狐朋狗友那里得到的消息，发现我出入整容医院，猜测我已经整容了。张扬再次带着儿子来到苏家别墅，痛哭着求我回头。他们拽着我的胳膊，苏童，是我呀，我是你老公。轩轩也激动的痛哭，妈妈，轩轩好想你。可我却面无表情的回头看了他们一眼，你们认错人了。他们也顿时愣住，看到的是一张陌生的脸。可是张扬只是看了我一眼，就更加确定，苏童，我不可能认错。他眉目中满是深情。人虽然可以整容，但是变不了的是人的气质。苏童，我知道是你，之前是我错的离谱，是我误会你了，也是我鬼迷心窍，才错信了林娇娇那个恶毒的女人。可你相信我，我都是为了儿子呀。我忍不住冷笑，当着所有人的面和林娇娇在房间里鬼混是为了儿子，当初骗我出差，跑回老家跟青梅竹马睡在一张床上也是为了儿子。知道我得了癌症，第一反应不是救我，而是赶紧跟我离婚，生怕沾染了晦气，也是为了儿子。可如今这些话我都懒得质问了，只是抬头跟我爸使了个颜色。我爸顿时心领神会，握紧了拳头，
冷冷吩咐保镖：哪里来的流氓，给我往死里打！爸妈知道这些年我在外面受的委屈都是拜他所赐，早就在心里对他有了无穷的怨恨。现在既然他自己送上门来，那没有不报仇的道理。2个小时后，张扬被打得遍体鳞伤，鼻青脸肿，差点被救护车送进医院。我全程冷眼旁观，挽着我丈夫的手臂，没说一句话，也没看他一眼。那天闹剧以后，我就再也没有出现在公共视野了，只是偶尔听老公派来的私家侦探传递1、2句消息。张扬的母亲黄英病来如山倒，之前活蹦乱跳的一个人，现在已经躺在床上，浑身插满了管子。可是没过几天就被医院赶了出去，只因张扬没舍得拿出那些钱来给他妈治病，那些钱都被林娇娇给花光了。黄英病死在医院病房里，她果然被埋进了亲手买的那个坟墓里。因果自有报应，林娇娇得知张扬没钱了，领证的时候逃走了，把他剩下的积蓄全都卷走，还留了一封信：张扬，别怪我不辞而别，你现在是一个没钱的穷鬼，嫁给你我又能过上什么好日子？你还带着个拖油瓶，我根本就不想给人当后妈，你别找我了。我拿走的这些钱就当是给我的补偿。对了，还有房子也卖了，你们早点搬出去睡桥洞吧，不然到时候人家来要房子，你们还赖着不走，小心被那群黑社会暴打一顿。张扬气得咬紧牙关，拳头差点捏碎。林娇娇，她以诈骗罪报了警，可是警察发现了整座城市都没有再找到林娇娇的身影，最后发现她出了国。张扬这些钱全都打了水漂，再也没有要回来的可能性。从那以后，没了积蓄，是张扬带着儿子过上了十分凄惨的生活。房子被收走，他带着儿子住进了办公室，遭到同事们的耻笑，他生活上一团糟，公司也面临着破产。最后连公司也没有了，他们只能露宿街头，去睡桥洞。后来知道后悔了，在一次逛街的时候偶然遇到了我，他们十分狼狈的当着众人的面就跪在地上求我帮忙。苏童，我知道你现在有了新的家庭，当初离婚全都是我咎由自取，自作自受。可是你别忘了，轩轩到底是你的亲儿子呀，他现在饿得营养不良，面黄肌瘦的，你难道真的忍心吗？我低头看向他，想起当初那个小人偶狠狠的神情，满眼都是憎恶和讨厌。他说他不要我，他要林娇娇做他的新妈妈，他甚至骂我毒妇。我低头笑了笑，抚摸着隆起的肚子。当初是他先不要我的，我现在有了自己的孩子，很抱歉没时间奉陪。在丈夫的搀扶下，我头也不回地上了车，身后传来他们凄厉的嚎叫，却渐行渐远，直到消失不见。我已经有了新的丈夫，新的孩子，早就在他们放弃我的时候，我也决定放弃他们了。我早就猜到他们能认出我来，所以不会隐瞒，也没有躲藏。毕竟做错事情的人也不是我，当年的事他也没有难处，所以无论给我多少次机会回到从前，我都不会选择原谅。而那个儿子轩轩，出于人道主义和道德层面，我不会眼睁睁地看着他饿死。如果他真的活不下去了，我会安排人把送进福利院。如果张扬死了，或许有朝一日我会考虑把他接回身边，但到那时再说吧。那天得知张扬父子离开后，我在日记里写下了最后一段话，然后扔进火盆里烧成了灰，就如同彻底告别我那段不堪的过去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
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